好了，又是到了小狼的这个淘宝环节。那么小狼黑山食品店呢，经过大家伙的帮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颗钻石。虽然说啊，它离一个王冠还比较遥远，但是大家伙的帮助也足以，这个帮助和支持足以证明了小狼的货呢还是比较不错。同时呢，也是在这里呢，小狼呢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小狼。当然，今天呢主要的宣传呢是由于小狼更换了新的域名，小狼521.淘宝.com， 小狼521.淘宝.com， 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的喜欢我，小狼我爱你啊！当然了，今天主要推广的产品呢，一共是有2种。那么第一种呢，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松子儿。这个东北的松子儿呢，是这个成一袋买的话呢是49块钱，那么是这个350克，同时是包邮的。咱们默认是发这个中通，本店呢以后都是默认发这个中通了，因为韵达的话确实比较慢。发中通的话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因为这个中通呢，它确实比韵达稍微快一点，同时呢也快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中通呢，因为这个毕竟咱们要把从这个货物从山里边运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再转发到咱们全国各地，大家伙呢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去接货，希望呢大家伙不要着急。那么松子呢也是能够提升咱们的血液品质，也能够呢这个润肠通便。大家伙这个没事的时候嗑一下这个松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咱们大东北的坚果之王，来自于小狼的质量把关，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当然，除了这个松子的话呢，还有一个松子的3件套。这个3件套呢啊，就严格来讲就是非常的便宜，49元一袋的3件套呢，这个3件套变成139块钱，同时当然也是包邮的。然后大家伙呢可以，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呢，可以选择买一个3件套，馈赠亲友啊，还有这个孝敬长辈啊，以及赠送女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买一个3件套还赠送一把钳子啊，这个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啊，能够支持。同样的，蜂蜜呢也是更改了一个3件套，变成了4件套，3件套取消掉了，变成4件套。4件套呢是来自于雪蜜和椴树蜜的4件套，雪蜜和椴树蜜呢都是椴树蜜，那么它是非常的这个甜美，同时呢咱们的这个功效啊也是这个能够减轻高血压、便秘和失眠的功效。对于冬天来讲啊，更是让咱们这个人体能够强身健，因为冬天比较冷。北方呢是外面冷，南方是家里冷。如果大家伙呢能够服用这个用温水服用这个蜂蜜呢啊，冬天呢也是会让你的心变得非常的温暖。同时啊，如果男性服用了之后呢，下面呢就会当然如果女孩子服用了之后呢，比如说女孩子服用雪蜜之后呢，上面2个就会我就不多说了啊。当然这个非常淫荡。小狼呢做一个广告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希望呢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那么新套餐以及新域名出来之后呢，大家伙在这个客服跟客户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大喊一声小狼我爱你，像小狼视频我爱你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一份意外的惊喜啊！大家伙也是可以来支持一下。当然事实上呢，你一定要拍啊，你不拍的话肯定是没有惊喜的。当然咱们今天这个淘宝环节呢也是到此就结束，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小狼，咱们马上进入精彩的视频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啊，这个来迟了，什么意思呢？就说啊，这个片头呢，小狼跟大家说一下啊，原谅小狼的短暂时间的不辞而别啊，因为这2天可能小狼有点事儿啊，这个正在筹划做一个针对于本次大赛的一个这个高水平的这么一个视频制作。那么以个人的能力啊，这个肯定是不突出的啊，这能力肯定是不突出，就腰间盘突出嘛啊，所以说做起来肯定是费劲。现在正在筹划阶段，希望大家伙能够给予时间和支持。那么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叮当和臭臭啊，叮当呢就是镇江第一，也是一个江苏的一位高手啊，也是这个镇江的这个最厉害的人之一了。然后这个臭臭呢，大家都了解啊，你看这个东丈非常嚣张，这个逼样啊，长得有点像那个托尼贾似的啊，这个。一顿阿里 K 卡啊，嚣张的要毁。其实这个朋友大家伙都不陌生了，就是传说中的臭臭啊，来自于咱们盘锦的这个臭臭啊，也是一位解说啊，传说中小狼徒弟啊。当然这个当然我是打不过他啊，我只是嘴皮子上的，但其实也没啥徒弟来，开个玩笑啊。咱们看看这个比赛正式开始，这个臭臭他正常如果玩的话，他的主力呢应该是东丈，是肯定没跑。当然这个东丈这个人啊，咱实话实说呢，发挥也不是很稳定。他如果打一些没打过东丈的人啊，可能特别好使啊，特别好使，因为这个不熟悉嘛啊，这个鉴于他不熟悉。但是一旦熟悉了之后，东丈这个人他不稳定，他也不是说你熟悉了，比如说打老 K 也有这个1v3的时候，但是
事实上啊，这个你可能你打100把，能有个2、3把啊，就不错的感觉了啊，就感觉不错。其实呢，这个人他就是不稳定，所以说非主流当中东丈虽然说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嚣张的人，可是由于呢他这个不稳定，咱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丁章呢是选择了巴赫门的这个组合，这3个人呢其实现在啊有很多人用，比如说像陶小鸭，比如说河池。这个选择这3个人呢啊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大门可能手底太厉害了，然后呢选择喜欢用，当然不能放弃千鹤和八神。但凡是这种人呢，都是选择用巴赫门的角色，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也不是很好吧啊。这个如果你天生是用大门的可以，如果不是天生用大门，咱们大伙都了解啊，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第一局由于这个臭臭的东丈啊玩的非常犀利吧，应该说这个反正开头3板斧就像那个程咬金一样啊，这个咬什么不好咬金啊，这个就跟程咬金一样，那3板斧呢是非常犀利的。但事实上怎么说这个事儿啊？怎么说这个事儿？哎，扣起来，这要再能翻盘，我感觉给跪了。咱们看一下刚才蹬一脚。前倾手这个有点假啊，他可能是摇了一个慢镜头的一个反摇前 A， 要不就抓人，要不就是出云头，但是他摇得慢，所以说变成最后的出云头变成了一个前倾手，他不是反摇前倾手吗？啊，变成了一个前倾手。大哥，第一局就要反3吗？难道？而且你可以看到大门现在是2颗气傍身，前跳 C，漂亮！来，我臭，这要干什么？史上最强大门翻盘，前再踢，要死！这个要翻盘给跪了啊！我臭啊！这真是东丈死，全家死啊！就这大门往这一站，我臭立马蒙圈啊，立马蒙了，1-0啊，1-0。但是这场比赛呢啊，这个它并不是咱们正统的这个斗鱼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镇江叮当的啊也是这个来跟这个臭臭啊约战，2个人打了一个野炮啊，打了个野炮。但事实上呢，这场比赛呢是让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他俩没打过。所以说比较新颖，叮当呢也是整个在镇江啊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尽管呢可能南方啊，咱们现在一般了解的话都了解一些，比如像什么上海的高手啊，像重庆的，像什么这个福建的啊。这个其实呢，南京包括除了秦红之外，包王之外啊，还有一些不错的人，包括这个苏州有个叫西瓜的也是还可以。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些高手的问题啊。其实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臭臭呢第一局上的东丈。玩的非常不错，但是总有一种诅咒叫做东丈死全家死，所以第2局他也不选了。其实呢后来呢我采访了一下啊，这个他是觉得这个对方呢，他觉得这个他是想打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对方呢，如果说用东丈的话呢，觉得可能有点这个把自己的实力全都暴露出来了。他觉得用一些这个自己其他这个选择常用的人物，比如说像这个八神。啊，因为这个人呢，他准备重新练啊，很多人都对他这个举例子说他这个东丈啊有点这个老练东丈不好，因为这个毕竟呢，其他人都是玩这个什么巴赫门呐、什么八朱鹤之类的，建议他也玩一玩。玩的目的呢，不一定是非得要证明自己，就是必须要把这个人玩好，主要是你玩的差不多之后呢，你能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啊，就是这么个节奏。当然，你可以看到选猴子的话呢，也是臭臭经常使用的这么一个人物。刚才呢是抓住了一个战青手的机会，可是这个战青手呢接这个超必杀，由于距离过远没有接上，咱们就不做过多解释了。其实第1局、第2局呢，小狼还是有点絮叨啊。这一阵呢啊，做视频，脑袋里面全都是做这个大作的视频，所以说起来吧，还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啊？有点恶心啊，有点恶心，就是说这个有点其他地方油盐不进，有点进不去。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从现在开始呢，这场比赛咱们还是系统的详情的解说一下啊，不偏向任何一方。咱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叮当和臭臭，臭臭这个他的猴子啊有一个特点，因为呢最开始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臭臭的时候呢，那开始有一个叫神话宝宝的，他们2个人啊也是好基友啊，我也通过神话宝宝认识这个臭臭，这个。可以看到这一局他的猴子啊，就是根据这个神话宝宝的这种打这个，说是给那种华丽方式，但是其实呢，我倒觉得臭臭现在的猴子呢比神话宝宝的更科学一点。但是不得不说，神话宝宝和黄奕的猴子啊，确实都是属于华丽型的。这个当时呢，臭臭也是在神话宝宝面前学到了不少这个猴子的这个基本功。所以说呢啊，刚才发挥也是非常不错。这个镇江叮当呢，其实我记得他以前就是用八朱鹤门这4个人的，所以说他上八鹤门的话，也是选择用这个主力上场。不知道这个臭臭呢，看看这个能不能扛得住啊？1-1之后，看一下这个叮当的主力八神，好的，直接敲晕。拼八神的话呢，我觉得臭臭还不如像刚才这种啊大门首发。
因为毕竟呢，这个臭臭大门也算是主力啊，他师承包王，跟包王学大门，那肯定能学得不错，是吧？是不是学得不错？看这一局的话，八神白送，猴子呢也只能免费的送给猴子一颗气，这个八神送给猴子一颗气啊。好了，一掏一下，他这个掏裆手接葵花啊，因为由于掏裆手是出 counter， 猴子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起飞，它是一个发招，它这种招呢可以被破招的，所以说打猴子打 counter 啊是非常好打的。好了，空中前跳，最后被这个跳 C 抢中。其实有的时候打 counter 啊，有特别有的人就是特别有用的，比如像八神重手接葵花，重手的时候掏出 counter 接葵花，马上出八智女，或者说这个在掏裆手角落里面都非常好办。包括打千鹤也是一样，比如说千鹤呢，他在自己的角落里面，然后呢你把他堵进角落了，他还下重手接助词，下重手的话你刚 CD 基本上助词就是 counter 啊，就是打 counter， 比如说大门。一个头上符，然后如果你要猥琐点，再一个出云头，然后再8个阵，那样更赚。好了，可以看到这一局猴子一直在跑。千鹤这个人呢，打猴子其实说实在的啊，两边人呢都是没有指定头，所以说千鹤呢如果打猴子的话，肯定是注重于防守。这个猴子呢是注重这个游走。大家都知道玩格斗游戏或者玩竞技类型游戏啊，游走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猴子呢就是天生就是游走的材料，可是缺点就是因为它不能被堵进角落，堵进角落就跑完了。看这一局开局抓了个这个蓝金山，大个阵肯定是要震死，这个基本上不会出现失误啊，除非是摇杆不好使。很多人说小狼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大门地雷阵怎么练？你就记住地雷阵呢，如果你是这个菜鸟的话，或者说你不怎么练的话呢，有几个难点啊？什么难点呢？一个是小跳，一个是后啊，一个是后，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后大引跳空中这个落地出招啊，这些都是比较难的。剩下比如说练什么升龙啊，练什么这个正摇反摇啊，这都是比较简单的啊，这都比较简单的。好了，前结果被反手抓。这一局两个人拼大门的，主要是在距离方面上啊，臭臭完全是被对方牵制住了。看一下跳 CD 再踢一脚，角落里面两个人相杀，但这对于臭臭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前跳之后呢被站 C， 然后起跳被朝天脚。可以看到这个跳 CD 虽然打中，可是前冲压制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对方起身摇反手，你也没招。他可能是想要前打一个下重腿。其实呢，这个大门打大门的时候，前下重腿啊，这个也不是说就像刚才臭臭是跑得太远了。如果跑得太近了，如果跑得稍微远一点，反手是抓不到他的啊。所以说呢，除非是你打马力，其实剩其他的，如果你掌握的好的话，还是可以前去用下重腿来压制，包括下轻手。可以看到这一局又完了。这个不管自己首发什么，好像对于对方的八神都是有点不合适。升龙直接敲晕，哎，哥哥他是不知道把对方打晕了吗？咱们可以看一个小五连，然后前跳 C 后跳 C， 这个晕值很高，然后马上一个前跳 B 的时候一个升龙。他这个战臂接葵花呢，我也觉得我估计吧，他也不是不知道晕了，他可能就是想踢一脚，然后加上一个反摇手磨死对方。严格来讲，就当做他多长一个气儿吧。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大葵花第一式、第二式，然后第三式。哎，哥哥，这个裸杀有点嘚儿了。下重手前倾腿轻手，好了，臭臭也是没有还必杀。叮当呢觉得还的不是很够。这个两个人还是玩的非常文明啊，非常文明。但尽管是这样子的，2-1之后呢，臭臭这一局又囊了。这一局的这个猴子，其实我觉得猴子其实刚才他没有气儿，你知道吗？如果刚才有气儿的话，最好还是还必杀的，那肯定的啊。看看这边两个八神连续的发波，这一局的话，这个你要知道臭臭啊，这个怎么说呢？你说你审八神，然后手底。八神这个人物我就不解释了啊，我臭几乎就是在高手面前就属于不会玩的啊，就是他也是现学现卖，但是他现在有决心去练这个人，我也觉得啊也是浪子回头啊。但事实上这句话呢有贬义也有褒义，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如果要是97这个游戏带更新换代的话，比如说97更新版啊 ，V 这个0.1啊 ，V 1.5 ，V 这个2.8啊，什么，这个是网游一样。哎，你有的地方弱，我给你提升一点；你这个太强了，我给削弱一点。虽然说这样的玩的话呢，很多人不愿意玩，因为我好多人练好的一个人，你把他削弱了，我觉得没意思。但是事实上，你虽然这么说吧，我觉得也是挺扯了。咱们看这一局刚才的八神玩的比较华丽，其实主要呢，咱们看一下慢镜头显示啊，就是因为这个判定点呢，这个叮当呢没有掌握好。其实千鹤在没有气的时候打八神确实不怎么好打。
可以看到一个百合折民工，然后打了一个对方蹲姿的小跳百合折。这个呢，说实话啊，这个千鹤只需要一个招式就可以躲过这个百合折，下臂下星腿，就是下星腿。哎，哥哥，你这个你这是战术性裸杀还是战术性被裸杀？完全看不懂。重腿天地反，好的，这个叮当也是还以颜色。但这一局呢，你别说臭手的八神还真有机会啊，真有机会。下星手小葵花，第二点不要出的话肯定会被踢这个站住腿。最后一脚漂亮。当然最后的环节你可以看到啊，虽然说呢八神有翻盘的机会，可是他想抓住萧峰，不惜一切代价，总是想要跳过去抓对方。跳抓这个招式啊，据我多年这个解说经验，这个北方人怕跳抓，南方人是不怕跳抓的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这经过看了这么多场对战视频，高手跟高手人对战视频，就哪怕东北最强叶枫，哎，也是怕跳抓啊，也是怕。当然呢，也不能说怕菜鸟的跳抓，你得看什么情况。高手跟高手之间拼的就是细节啊。这个没有说什么你怕什么，就好比往你伤口上撒盐一样，你怕什么我肯定就往那地方使劲，对吧？啊，当然也是互相激励，越是怕呢就越应该了解。哎，咱们看这个天地反抓的很到位，这一局首发大门还不错。虚晃爷的头上佛，前想要抓空，但是没有成功。腿把这个八神明显是想要抓这个萧峰，可是拉了一个前拉前，也就是说这个。腰这个不能说腰啊，应该说摇这个16抓的时候呢，明显是前面有动作，所以说蒙圈了。咱们看这个是这是纯蒙的节奏啊，前出跟反这招呢，说实话虽然说不是蒙的，但是为什么叫纯蒙呢？就是对方也配合了一下啊，确实很配合。正常来讲，千鹤呢啊，有的时候打的话呢，下重手你得分什么情况。不过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大门，他多次跟反，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抓这个蓝之山啊，所以说我说他有点蒙的成分吧啊。哎，怎么看法？有点犹豫，千鹤更犹豫啊。千鹤下盘2点还没有接布阵，犹豫的要死。顶门一伸过来，下盘起手助词，再往前顶，再顶门往前压。对，猴子天生就是怕被堵角落，只要被堵角落，猴子就是闹挺啊。就各种就是懵逼了节奏啊，懵逼的节奏。所以说这个3比1。咱们看一下3比1之后呢，这个叮当啊，刚才虽然说险些被翻盘，但这一局千鹤确实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可以看到啊，这边2颗气棒身落地回身一刚，其实顶门一针作为压制方式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下重手。哎，哥哥，这个我有点看不懂了啊，这个我有一种想法，哎，哥又被骗了，直接扣晕。好了，已经晕了啊！但我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我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啊？也不能说经验，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场比赛，好像高手对决啊，这包括像一些人对决，他宁可稳。其实这种情况呢，如果我是键盘，我前下重手接布阵，这个不难，这个不难啊。主要就是他呢，宁可就是我觉得下盘2点，哎，为了这个让自己摇的简单一点，100%嘛。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没有把人家打死。如果下重手接布阵的话，对方就会直接被打死的啊。5个重攻击，基本上除了像大猪之外就晕了。好了，咱们看这一局，这个升龙打的又让我觉得有点不明白，要磨死啊 ！AB， 哎呀 ，AB 闪身过来一掏，最后一丝血还在扛，这是残血要翻盘。感觉这个叮当非常有韧性啊，真的非常有韧性。完了，正手前一手8人女不接，这样的话，应该是我这么说的话，就是不能说晕啊，应该说就是太嘚儿了。咱们看刚开始是怎么晕的，这是一个苦肉计的迎面抓，滚过来重手掏狼手2点，然后掏狼手，再一个波，这样的话有晕点在身。这个升龙，它应该不是为了打地面的升龙，其实重手升龙打地面是不错的，因为它重手升龙呢有这么一个高强的判定，他是从脚上往上薅油根啊，薅上去。这个但是呢，我估计他是为了打对方起跳，而不是真正的是跟对方拼地面上的判定。可是呢啊，运气好咱就不多说了啊。好了，前跳回身，原地跳 C 打下盘起手，再往前跳。这一局这个臭呢是选择了他也选择拔鹤门，而且看起来还有模有样的。哎，哥哥布阵。感觉摇杆玩起来呢，布阵就摇的不是很完美。如果说正常的情况用键盘摇布阵啊，其实很简单，下轻腿，下轻手，然后再正摇腿。说难听点啊，你这个节奏对了，就是真的不费劲儿啊。高盖屁水果味，一屁崩鼓楼啊，真事儿了啊。看看现在虚晃，哎，就是不闪身，对，下轻手往后走这一招就是骗对方前闪身的，因为有时候，哎，怎么看这一下要废了？助词。
其实刚才这种情况，我建议呢下手接轻腿助词，然后重腿下扣，这么样比较好。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臭臭懂我的意思。当然这一局想要翻盘确实挺难的。前再拦着，我了个擦！倒地瘦身就会被抓，然后再打8个阵。果然觉得这个叮当的大门不是等闲之辈。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面对臭臭的话，3颗气啊，这个真心也是醉了。看看这一局的话，虽然说是4比1，但是这一局想要翻盘很难。臭臭的3颗气大门，就我说难听点，哎，漂亮！这个看起来有点做作啊，有点秀的样子。因为这个蓝之山正常要比天地反的判定要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咱们可以看到回身一刚之后跑到对方，哎，这么远的距离，对方是他这个肯定不敢抓，因为对方站到那不动的话，如果他要反摇前轻手，就肯定是一个出云头。如果对方防住了，那么你会死得很惨。结果没想到对方直接前程跑到对方，砰一个爆气，然后一个必杀，这个逼装都装圆了，装肿了啊，都装肿了。看看2挂人，好了，回身一掏，葵花3式之后呢，在前冲去压制。这种情况下，好的要打晕点了，1点正攻击，就差1点正攻击，只要打1下，哎，不给，好的，这时候你还前跳啊，这时候你还前跳，当然没办法，事实上呢应该忍一下。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晕点是怎么造成的，重手接葵花3式，然后下轻手再葵花3式，这个晕点呢现在就算5个重攻击加上1个轻攻击。正常来讲呢，如果是打一些这个防御力比较弱的啊，就一个葵花。这个就可能会把对方打晕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比利啊、猴子等等之类的人啊。好了，回身一刚，前冲跳过来，再找跳地下盘起手，看一下这一局角落里面怎么打轻攻击回空，这个要被叮当1v3的节奏啊！回身又是一个血丝拉的大手，一顿挠死啊，一顿挠死。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4比2之后呢，臭臭是又是大门。这一局大门不像刚才那么有货啊，随便浪费气儿，这回没气儿了。掏，哎呀，叮当的手法，而这个臭臭也是真心醉了，防住了8、9杯，结果往后就没说了。扣下来战臂直接一切，头上phủ，好的地雷阵，前冲再打，好的能打2下，直接打晕了。这个确实是晕点的节奏啊，咱们可以看到呢，因为这1点重攻击。2点，然后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点重攻击它不一样，地雷阵的晕点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是地面上对方没有倒地的这个姿势直接被震到，这个伤害呢是非常恶心的啊。好了，回身一刚，大门果然是有翻盘的迹象，可是对方还有千鹤和大门，前跳地回身一刚，这如果是角落里面啊，就非常的过瘾了。战臂回身不敢闪身，回身一刚战臂，好的前挡对方倒地瘦身，因为他倒地瘦身的这个时间啊是非常长的。你可以看一下慢镜头显示，踢一脚，然后呢回身一刚，前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左右蹭，他倒地一个摇起翻身啊，摇子翻身，他这个确实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挺高档，其实不是啊，这个起身的时间很长。所以说这款游戏呢，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千鹤呢被号称誉为最难打的人，但是他就算他最难打，他也是有一些人格上的弱点，比如说不是人物上的弱点啊，比如说他没有指令头啊，比如说他这个起身时间特别慢，也是被誉为啊这个 bug 阵最简单的这个 bug 阵啊，没有指令头不就没法去破，没有任何的方法能破掉 bug 阵。同时呢，这个起身时间慢，容易被对方择起身。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你倒地你受不受身？好的，前蓝之山这个战臂地雷好后地雷阵漂亮，他没有选择这个一个蓝之山直接打完。如果要正常的话呢啊，这个血量他这个算的正好，这个臭这个算的不错啊，一个地雷阵正好能震死。如果震不死的话，最好的方式呢是一个正摇 C 从地下捡破烂捡起来，然后呢再往前蹭一步战臂，然后再震。当然呢，这个很难掌握，不像刚才那个招式那么好掌握啊。你像打这种人物起身，比如说像什么莉安娜呀、大门呐，都可以利用这个蓝之山的第2点之后呢，一个后地雷阵。当然，事实上呢啊，这个也不是那么好掌握的。不跟大家说过了吗？后地雷阵是非常嘚儿。好的，咱们可以看刚才的鬼步这个鬼骁。非常漂亮的一个鬼骁啊，非常漂亮的鬼骁。但事实上呢，我个人觉得这一局上来臭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好像还是有点沉溺在这个刚才翻盘的喜悦当中啊，有点嘚儿了。好了，前跳 C 一掏过来，漂亮，这也要打晕的节奏。这个1点正攻击，甚至一个轻攻击就可以给打晕了。但是被刚之后回身一推，
晕点应该消失，骗闪身，你骗闪身了，为什么还要前跳呢？啊，这个臭臭的反应速度啊，感觉好的啊，倒地是这个倒地抽身，指令头的人就欺负你倒地抽身，就是这个逼样了啊！最后一丝血，漂亮，这个。这是给人一种懵的感觉。其实这个呢，倒不是懵的，肯定是特意的啊。但是事实上，这个招数的成功几率啊比较少。这个就是心理战术啊，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出这招，就好比咱们玩那个德州扑克似的啊，德州扑克似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牌面上5张牌，或者说牌面上3张牌，就是你手里2张，你想要赌蛇、赌顺还是赌花？你赌什么东西啊？有几率，你明知道几率很低，但是你猜得很准。你比如说对方可以偷鸡，因为你不是说一定要摆出一副最大的牌，你只要赢对方就行了，对吧？你赢对方，哪怕你只有一个 S， 对吧，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臭臭刚才啊玩的这个心理战术啊，那是没说。漂亮，逆向跳 C 下旋手头上扶天地法跳地反摇臂，这是一个进攻型的 bug 阵。跳地是要空中落地的时候打这个跳地的，而且跳的时候不能出影，也不是小跳，要是大跳的啊，跳地反摇臂。这招呢是进攻型 bug 阵。当然呢啊，这个最简单的 bug 阵呢就是反摇地，然后大升龙小升龙。其实呢在角落里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进攻或者不进攻了，其实也有那种后跳啊，然后再反摇臂的也可以。反正那个时间是一样就可以。头上符有康塔，今天头上符再3点，好的，这一局臭臭大门神级大门附体抓过来，战臂第一摇，漂亮，战臂肯定是打 bug 战。这一局他掌握的非常出色。刚才可以看到啊，这3点的头上符，很多人说小狼这是无限连吗？不是，这个第1点的头上符呢是 counter， 第2点是打 counter， 第3点呢是由于了这个爆气打这个最高点。你像这个大门能打4点的头上符呢啊，这个只有2个人，一个呢是玛丽，一个人是比利。比利呢是第1点counter， 第2点打康，第3点最高点，第4点最低点。第3点是最低点，第4点是最高点，然后再地雷阵。这是打比利，打玛丽呢就得爆气，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必须要爆气，一个不能爆气。打比利的话不能爆气，打这个玛丽的话可以爆气，这个就是非常赖的一个打法。但是刚才呢，确实这个也是蛮拼的啊。严格来讲呢，有人说应该相信自己的手法，相信自己的实力和意识。可是呢，在真正对战当中呢，如果是比赛或者是打钱的，那么估计啊很难有人发挥的这么稳定。如果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很悲惨。4比4之后呢，臭臭连续2局啊。非常神奇的翻盘，但是最终还是抵挡不过对方的8神。这一局的8神首发呢，3颗气完全就是这个给自己的千和做加1，虽然说不吃亏，你看看这就送了战友助死。哎，哥哥顶门一战，哎呀，你又想用心理战术，你这要吃亏啊！逆向跳 C 打对方转身，利用1P强制转身，你看看什么招啊？你不能连续的用，你知道吗？其实刚才那个跳 C 转身的话呢，这个叮当还是没有抓住什么好的机会。如果在一个前线压制，对方前和不敢动，因为他被打转身之后呢，他怕被对方出抓。所以说这个刚才啊，咱们怎么说呢？臭臭确实有点浪。刚才那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下重手接底盘助词下扣，肯定是能打死的。好了，站 C 第1点，远距离后跳，哎呀！跳地打的时间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呢，就能接上这个下重手。好了，被骗 CD， 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裸杀，它是骗 CD 的这个打法。助词第2是飞身，前跳 C， 闪身过来之后呢，再 CD 一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要是高端的千鹤，他如果 CD 没有晃到对方，没有刚到对方的话，他肯定是一个站 CD 晃一个布阵，肯定是一个站 CD 晃一个布阵。那么情况没说的。好了，开局呢就被大门直接摔回来。这一局2个人打到4比4之后啊，2个人算是比较这个接近了。这一局2个人打得差不多，看看怎么个情况。远距离，哎呀，一个前的这个蓝之山抓过来，叮当这一局3颗气，在血量上不占优势，但是气儿上还是很合理的。头上符不敢练，再头上。第1次不敢练，第2次还不敢练嘛啊！这个臭臭第2次起跳呢，有点这个装大了，回身一扣，这还是2颗气的节奏，跳打过来，重腿呢也是撩空的时候，叮当没有确认出蓝之山或者是一些指令头类型的这个标志。看看现在远距离左右，好的，摔过来，回身一扣，再打必这个必杀有点做作了啊！其实这招 C 就可以直接把对方打死，可是练这个必杀呢也是真心碎了。好了，看看现在这边的这个4比5，臭臭居然是反超了。
啊，这个真心醉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们看看这个两个八神左右。其实臭手的话不用东丈，我觉得确实很可惜。但是啊，臭手呢，他不是说这个像老妖啊，我玩草剃精或者我怎么样，我就是这个臭手呢，不是为了玩，他也是为了追求自我，为了这个在这个自己的拳皇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上，这款游戏呢充满了 bug 和不平等啊，充满了 bug 和不平等。所以说，臭手呢也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格斗这个东西吧啊，你就是你有技术，你有意识啊，这个你换人物呢啊，学的也会非常快。就好比这个你有九阳神功护体啊，学什么武功都特别快的节奏一样。好了，下手祝词远距离跳 C， 祝词下号。这一局虽然说八神死得很惨，但千鹤看起来还很有派啊，很有派。可是刚夸完这个神嘴小狼啊，终于给打没了，前跳过来被摸，远距离2点之后呢，直接一个这个布阵，结果被百合之勾了一个正身位。第二是飞身后跳 CD 卡空，可是这个下重这个站重手，我是真心看不会了啊！对方那个蹲姿，这一局输给了自己的这个对这个仙鹤这个人物了解呢，可能是有点少。站 C 呢啊，为什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讲解一下站 C 和下重手的区别。很多人说站 C 和下重手没有区别啊，其实呢，站 C 和下重手呢，一共有就是三种的这个姿态。站重手呢离远了，看起来跟下 C 一样，其实它只有2点判定，啊，两个图形判定。而下重手呢只有3个判定，而且3个判定都可以取消出招。而站重手呢，远站重手不行，而近距离的站重手呢，它只有1点的快速判定，它防空效果呢，站重手比下重手呢要果断，它第一时间就出判定，而下重手呢从底下打3点判定上去。所以说呢，刚才对方蹲姿的时候，他这个站重手啊，结果打空，这个就跟龙2的下重手是一样的啊。龙2的下重手反而是这个对于底下的目标呢是打不着的，他对于这个他站重手对于全目标是可以打的。好了，刚 CD 站 B 这一局其实。作为刚才讲解这个千鹤呢，我也是有点絮叨，这个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毕竟但是这个比赛呢，他们两个啊没有使出自己的，我感觉就是没有使出自己的这个真正的什么实力，真正的这个竞技实力，就是说我啊这个随便玩就是拼，两个人说实话不是很规的啊，这是真事儿。好了，残血的时候一个前跑抓，这是一个哎呀，好了，还有这回bug阵不能失误了吧？虚晃。他是选择呢2个后跳，这也是 bug 阵啊。打第1组的 bug 阵呢，可以选择跟反大圣龙，也可以选择2个小跳。但是2个小跳呢啊，他是为了防守型 bug 阵，可是他虚晃，结果前行想跑抓蓝之山，但是对方呢没有惯他啊，对方直接一个站中腿给他踢死了，5比5。这一局我觉得输啊，就输在了刚才千鹤的那个站中手上。确实这个输得很晕，就不能说冤枉，我说输的该。我估计下一次的时候啊，他就不能这么做了。其实他的站中手呢，可能也有想法是防空，可是人家是蹲姿，人没有跳啊。当然呢，可以看到这一局是选择仙门模式首发，这个跳地呢出的是为了抢攻，所以说被反抓一道。这样的话，大门的首发占到优势，头上符，再前跳，落地啊，还不如抓一个正摇 C。看看现在再头上符，好的踢一脚，虚晃一道，直接前跳地。看看啊，这个他忍一下头上符，有 counter 踢一脚，虚晃前影跳地。影跳呢就是前跳，还有这个下前跳啊，下前上跳或者后下前上跳啊都可以。好的，回身一刚这一局大门首发还不错。其实大门如果一旦大门把8神打死，身上还有气儿的话，那千鹤是非常就是千鹤是会变得非常的谨慎，他不可能让大门近身。如果说大门有一招这个把人能吸过来的招式啊，我觉得这个大门就神了，大门就可以变成进攻流了，真事儿啊。这个大门这个人一归起来啊，是真难受。就其实就包括你看见大猪，我现在呢虽然说玩的不是很好，但我看见大猪呢，我用大门我也不是很害怕啊，严格来讲，因为这个毕竟的啊，就是你慢慢往前蹭，你只要不动，就是有时候他拿你没招，你知道吧？你防着点他跑抓啊，防着点跑抓就可以，你慢慢往前走一步，然后蹲姿蹲防，往前走一步蹲防，拿你真的一点招没有啊。当然，这个就看你防的怎么样。你别说你往前走一步，走那么一大步，让被人打一个跳 CD， 你也没招，跳地接指人头什么的。好了，看看这一局 A 能量闪身，跳地反摇。哦，这个叮当不选择打进攻型 bug 阵。这个进攻型 bug 阵好在哪儿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我打进攻型霸阵，我可以选择到底起身你瘦身，我是前抓你，还是捡这个正摇 C， 这真是能捡着的，也是能抓着的。如果他，但是这个你点赌，你点择，也就是说呢，你点想对方到底是不是这么练的。这一局呢5比5之后呢，臭臭呢虽然说这个首发大门创造优势，但是现在八神上场，这个八神呢他是首发大门获得优势，但是八神没有气儿。这个呢虽然说血量占一点点优势啊，但是气儿上没有，不好说。好的，前程跳地 ，A 闪身抓过来，这个有 bug， 哎，他选择了正手前轻手啊，反正呢他觉得没有 bug 阵了，没有无敌波，所以说就是这个节奏啊。好了，那么刚才由于来了个电话啊，这个拿了个盘子啊，最后太嘚儿了啊，这个中断了一下。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8个阵，这个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啊。你可以看到5比6，两个人打到如火如荼的时候啊，居然这个叮当啊，他这个预测怎么说呢？虽然说也追回1分，但是又被这个臭臭超出1分。没想到这个臭臭啊，还是这个用这个巴赫门，这个还不错。其实我想说啊。很多人说臭臭啊，这个不会用八神，不会用千鹤。其实我想说，这玩意儿有啥不会用的？就是最起码他比菜鸟要强嘛，因为五强，他真正强就强在不是强在的这个人玩得好，说这个谁，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人用得很好。其实这个人本身就强，拳脚判定啦，对吧？招式压制啦，什么包括一些无责任长气儿的指令头啊，所以说你这些东西放在对吧？放在咱们游戏里面对吧？你只要你这个格斗意识到位了，你像臭臭不说2线顶尖1线末尾吗？对吧？你对吧？你哪怕是他用5强他不会用，他打你菜鸟也是很饱的。那当然我刚吹完这个牛逼啊，你可以看到直接被人打晕。这一局呢是一个跳跃接抓，然后3点起手，虽然说没有不可防御波，但空中跳 A 抢空战臂其实刚才可以直接抓了啊，可是呢这个没有抓过来。不过呢再走抓呢晕点还是可以继承的，下发2点，这样的话直接踢死。4点正攻击的伤害非常高啊。很多人都知道啊，千鹤这个人物呢，一旦抓住布阵是千鹤啊，抓住布阵是千鹤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晕点咱们就不解释了，肯定有晕点。还有一点就是伤害特别的高，而且呢，如果千鹤就是什么叫1套秒，千鹤这个超必杀就是真正意义上的1套秒啊，这是大家都了解啊。然后呢，这个龙二跳地重手踢杀，这也是1套秒啊，这个都反正都非常幸福啊，非常幸福。像其他的1套秒的这个招式也不是很多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局，臭臭这一局，好的，角落里一个地头之后前冲，角落压制下扣，这个下扣可不是能轻易扣的啊。你要在角落里扣，不是在角落里啊，在别的地方扣完了之后呢，你扣完了之后啊，对方下重手啊非常的快，下重手最远点打中你，可以第一时间取消出助词。所以说呢，你要扣不好的话呢，就可以被人反击。包括像那个你下扣的时候，对方如果确认你下扣，有指令头的人呢啊，咱就不是说别的，前跑抓你，他不是说别的，就是能量闪身去抓你，你也没招啊，你也是会很惨。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大门踢一个 CD， 腿把助词前冲，好了再助词的时候被挡。这样的话，看看大门翻盘的话呢，主要的这个优势就是靠气，但是他没气，不过不要紧，对方也没有气是吧？啊，就是这个节奏啊！看看现在这边的八神，踢一脚回身一个无色，然后远距离左右跳跃攻击下盘起手被踢，哎呦我勒个操！好，虽然说没被抓住，后再晃地雷战，这个虚晃一道后拉回身被掏，远距离扣压3式，这个不可防御波是没有的啊！空中小再这样的话，众筹8只女了，哥哥。好了，打晕也行。其实接8只女啊也是会打死的啊，起身压一个波就可以了。5比7，我操，居然把比分反超成了2分的分差啊！这也是真心醉了啊，这也真心醉了。咱们现在好了，还是巴赫门叮当。其实我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说这个像江苏的人呢，基本上没有像除了包王之外是另类，其他所有人基本都是选择什么呢？什么龙鹤八朱门啊，龙鹤八朱门这种人啊，不会用其他人的，包括像什么玛丽呀，都不用。这除了包王用包了啊，这个可能不太一样。好了，可以看到头上符再地雷战。但是说起包王啊，咱们不得要说一下啊，我包呢最近也是换了一个主力叫红丸。事实上这个人物啊不是很弱，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解禁裸杀之后，他没有开发出来一些新的套路，他完全就是靠这个怎么去防守，或者说怎么去这个择进攻。这个择进攻的方式呢，就一个字儿啊，逆向啊，指令头呢还不是非常近，什么招式都有，但什么招式判定都不是很强啊。
好了，可以看下巴，打康抓一下，哎，有点贪了，这有点贪了。再给你个机会，抓过来。哎呀，连续2次啊，机会是给你了，但是第1次呢是没有连到第2点的判定。啊，大哥，你这个 bug 阵我都看瞎了啊，我都看瞎了。好了，直接抓一，哎呀，爆气效果。他应该摇一个升龙，可以加点气儿的啊。这个臭臭还是，虽然说这一局首发大门很嚣张啊，一个传说中的 1v3 的仙人大门，但是这个刚才2次失误，不能失误，2次吧也是没整好。第1次头上符，然后再接头上符没接上，第2次接上2个头上符，可是呢他接出云头的时候没接上。回身腿把，跳地回身下轻手一摸。看看怎么办？远距离左右，哎呦，这个蓝之山，正好能打死，基本上差不多。回身一扣，抓死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局翻盘，它有希望的在哪儿呢？希望在于这个千鹤，这个我们当时给这个千鹤起个名叫神乐补血胶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打好了吧，非常嚣张；打不好就容易补血啊。你比如说大门打千鹤就是一个字赌啊，就是赌。其实打仙鹤正常来讲根本进不了神，大哥这不是追击了吗？好的，就是忍，气儿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不敢去浪费。回身一推，大门踢一脚，真漂亮！跳地挥空蓝之山，直接给吸过来了。起身敢不敢捡？这完之后敢不敢捡？哎呀，真没敢捡啊，没敢捡的。但是呢，这个跳 C 也没有接天地反，最后一丝血，前站 C 没打，选择防住了刚 CD。可是你这么一来啊，你就连一个最紧张的地方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气儿。咱们看这个跳地接蓝之山啊，这个吸的非常远。蓝之山呢1616B，你说打 D 的话也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呢，确实啊有点太也不能说太远了，就是你这个东西你没法去理解，尤其是对方出招的时候就显得特别远，因为他生化判定来了。咱们看要翻盘，朝天，哎，我瞅这八神懵了，然后就打死这一局八神。要被打成9神了啊！好了，回身一贴，头上符，再贴，最后一丝儿，八神无色啊！升龙不中，后果严重啊！这个升龙我也不知道我臭怎么想的，还不如这是忍着呢啊！要不你赌一大葵花，你磨它不行吗啊？当然6比7，这一局的大门反3啊，真的是超级嚣张的翻盘。这个臭臭这一局千鹤不用了，果然是千鹤补血胶囊。千鹤呢是不用了之后呢，换成了这个猴子，选择了门猴把，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本身大门就是不缺气，就是非常缺气儿啊，不可防御，不打，本身就要打晕啊，还秀了一道手法。咱们看一下刚才跳地，当然这个如果他没有加那个前轻手的话呢，没有加那个下轻手的话，直接葵花。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那就肯定是要用不可防御波把对方打晕。可是呢，这个已经晕了啊，你再打不可防御波，那就太嘚了。当然，这个事实上呢，你看猴子呢，这个人呢也是不能说他缺气啊，如果说他游走起来的气儿还是不少的。其实他的无责任长气并不是那么快，真正说长气儿快乐的这个人呢是千鹤呀、龙二大猪这种类型人。好的 ，CD 再连续往前顶。八神回身一推，你后前手这招有点赌的成分，他有一瞬间的全身无敌啊！这个当然的啊，这个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跳 C 再回身掏裆手，漂亮！哎呀，一顿右上斜扎呀！这个玩的很通透啊，好恶心这种人啊，好恶心这种人。CD 这个直接打浮空，打康乐是真心凶狠啊！当然6比7之后，回身一个小升龙，前跳地回身被刚，直接被打回来，下手助词下扣，好的再跟，又是要 CD 打康，如果再打康的话，这个猴子就赚了啊，真心赚了。回身一个康塔，直接直扎，可是对方起身腰大升龙，千鹤和八神大升龙呢，都是在这个升龙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啊，非常恶心啊，就是这个判定非常高，他从底下往上直接薅上来，这个无敌时间不能说无敌时间，就判定高的时间很长。好了，再打升龙。这个千鹤有的时候升龙真的真心你敢打，就跟出这个天龙是一样的。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啊，出重手升龙呢，比出轻手升龙判定要高，一定要想得很好。这样的话打晕，好的7比7平。这一局叮当的千鹤，基本上就是欺负你八神没有气儿。你看这个战地呢，明显对方没有前跳，所以说这个臭臭呢有点着急了。而且千鹤的制晕能力啊非常强。
其实我个人觉得臭臭啊，如果臭臭打叮当，我觉得他应该上什么角色呢？东丈首当其冲，然后这个东丈，然后这个包子，最后是大门，或者说东丈，然后大门包子。我觉得这3个人打这个叮当应该是很好打的。好的，前跳 C 有晕点继承，腿绊一下，晕点好像是没有哦，还有，刚才3秒区没过，结果被掏了一下。咱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小4连，晕点一直在继承，葵花一下。3秒钟确实没过这个后跳 C， 虽然说我是以80%的速度慢放，可是这个确实看得出来啊，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好掌握。助词飞身，然后再往前跟，掏裆手一抓，这样的话还是有晕点在身。哎，这个哈喽是什么意思啊？可是他这么一折腾，晕点还没了。这个后闪身让百合哲勾正身位，直接8智女。这招啊，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它就相当于你一个跳地接指令头，接这个8智女一样。好像有些地区是不能用跳重腿直接接8智女的，据说有的地区。这个呢，由于它的百合哲勾的后仰呢，这个仰的时间非常长，所以说呢啊，接8智女是可以接上的。看看现在2个8神，臭臭呢这一局基本上前2个人白送了啊。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上个猴子。前跳 C 只要打破防的节奏，升龙，再来。好的破防，可是这个破防没把握住啊！如果前倾手是破防就好了。空中一切，前跳 CD 卡控在空中一抢，远距离一个劲儿，我了个擦呀！这家踢的，回身一刚，远距离被打回去，跳跃攻击再被打回来。哎哥哥，这俩人葵懵了啊！这你是龙葵啊？这个好了，葵花底下血手，一顿葵花啊，各种葵。但是这一局虽然说臭臭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要翻盘的样子，但是我只是说你信吗？啊，你信吗？啊，就那个虞姬啊，哎，顶门一针，然后升龙，哥，这种情况下出升龙靠谱啊，能磨2点啊，开始玩沙子了，地波回身一个嘎吱窝，一个少女嘎吱窝啊，这样的话呢，一个狐臭给对方直接呼死，8比7，这样的话连赢3局啊，臭臭是该上主力的时候。哎，咱们看一下。好了，还是巴赫门，还是选择巴赫门，而且现在选择了这个门赫拉啊，也就是还是先门模式。你以为你是老 K 啊，你就先门模式首发。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门确实长得比8神要高大许多啊。这个你看这个大门长得非常像这个柔道部主将黑熊。前跳 CD 卡控再往前跟，战臂直接一抓，再找这个机会。好的，萧峰过来，鬼不过来重手接小葵花3式，然后原地起跳再跟，后闪身漂亮。直接后反摇地，然后震一下，这个是没说的。然后在前左右找这个机会，落地一掏 ，AB 闪，哎呀完了，这样咒着8智女，哎哥哥，叮当这一局出现致命的失误，当然因祸得福啊，这个虽然说出现失误，但是这个失误我也真心醉了。好，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反摇地，我臭也是不知道想些什么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啊，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了，看看现在这边的千鹤 ，AB， 哎呀，这个 AB， 好了，一个小3连，下行手虚晃，但是被踢，就连续的踢你，百合哲反身位，好了，升龙被揪住，回身一扣，前跳 C 卡风轻攻击一抓，重手8智女，啊不，想打晕点就可以了。其实当然这个事实上呢，我觉得啊，我觉得正常这个升龙啊。有的时候呢，出升龙是靠谱，有的时候确实不靠谱。你看，真心是这样的。他如果是站轻腿，不是站轻腿抓的话呢，可能晕点就没了。前跳 C， 呀，这是开局送礼包，有晕点。这9比7呀，我臭啊！还能不能行了？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啊？这个真心醉了。咱们可以看到连胜4局，这个叮当还是保存实力保存的蛮强。我臭这是被打懵了啊，被打懵了。好了，还是巴赫门，就是不上东丈。其实你让我怎么说呢？如果你上个东丈，我还能帮你圆个场，但是不好意思导演啊，我实在没法圆场了啊，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好了，可以看到这边的大门，前跳地过来，回身一踢，远距来之后呢，直接被葵花3式一顶，然后8神。当然这一局我感觉叮当呢，他连胜4局之后呢，肯定士气正旺，而且这一局判定点掌握的还不错，大门一直在防，但是这个苦肉计抓过来，后反摇地雷阵。我臭啊，有一个好处，地雷阵的还算是比较稳妥的啊。前掉地回身背刚，钻过来抓呀，哥哥，他没出抓，那么就肯定是要被对方抓的。大门呢解决掉了非常棘手的8神，
同时为自己赢得了2颗气，这2颗气那就是非常重要了啊，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是面对千鹤啊，这个非常嚣张。当然，八神临死之前啊，被震了一下，反而是震出了1颗气。大白臂闪身，哎呀，抓了一个反手，还好不是正腿啊，前跳地腿把，前跳地闪身，这是要送死的节奏啊！前跳地反摇臂，直接一个地雷战。神乐补血胶囊，补血又补气儿啊！这个欢迎品尝啊！欢迎品尝，这个真的是神乐补血胶囊。好看这一局仙门模式1v3局面，感觉叮当这一局有点大意了，但是不烦，咱们确实是有那种大门反3的局面，尤其是叮当啊，战臂回身一踢远距离，哦呦这个架招，好恶心啊！这种人回身一刚，连续2个朝天脚。有的时候这个朝天脚啊，你不动踢不着你，你一动那俩踢的你那个惨的啊，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好学没把人当煤炭给烧了啊！回身一踢，好的，这样的话被磨一下也能长出一个气儿来。这个前揽子山的哥哥，刚才如果前揽子山的话，那会非常的过眼。远距离再踢一脚 ，AB 闪，哎，好的，慢慢来。助词远距离再打 AB 闪。这个 AB 明显就是非常舒爽的感觉啊！9比8，这样的话得看一下我臭，这样的话看我臭的这个翻盘局面啊！如果再赢一局的话，就能打成 S 战啊，也是嚣张的要毁。这局还是仙门模式，但是仙门模式啊还是有点不太稳定的。咱们看现在面对八神，左右，好的一个波，前跳地抢空，前下盘2点，远距离再来跳 C。好的，各种不控制，蹦来蹦去，头上扶过来站 C， 葵花1点1根，前跳头上扶，好的，直接地雷战，远距离跳 CD 卡空，连续的往前跟，回身臂闪身，结果被抓了，这样的话有不可防御波压制，然后起身可以再拿一个前，准备要归，好的，重手葵花3式直接打晕，漂亮，这个晕点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很玄妙啊，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没有晕点了吧，但是确实晕点在身上啊。这个晕点不在身上，在心中啊！可以看到现在这边的千鹤9比8之后呢，仙门模式首发没有成功，那就看看这个仙鹤模式吧啊！当然开局不是很占优势，难道这个我臭要在这里香消玉损吗？回身下手助词下扣的一瞬间 ，How do you anyone do this 啊？再跟抓过来啊，结果没抓，结果被对方是一个嘎吱窝，看见百合折勾影子 ，CD 助词。回身再前跳，这个其实如果落地偷下盘的话呢，我估计这个叮当是反应不过来。再前跳地回身下助词，再跟远距离，好的打过来，虚晃骗闪身了，终于骗了一个闪身啊！再来，好的，他晃了一个掏裆手，可能认为对方要前跳，这个八神选择掏裆手，但是这次呢是赤裸裸被骗了。看一下虚晃，直接你打站中手，我打站中腿，一个高跟鞋飞过去啊！这家这个惨。好啦，回身这样的话，虽然说我臭有翻盘的机会，可是你看看八神，你现在没有气儿，你将近3颗气儿啊，就浪费了，然后留给你的八神，你看怎么办？这样的话真心醉了啊！远距离发一个波，好了，左右空中跳地逆向，哎呀，葵花呢？这个点穴手也练不出来了啊！漂亮，前跑抓，滚过来重手接小葵花3式，然后起身压了一个小波。跳臂再前跳，回身重手挠了个八智女，其实他可以选择重手接葵花的啊，我说，不过无所谓，这个最后一丝血，起身压一个不可防御。咱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起身小波压制，前跳跃攻击，重手接葵花的话，还真有点打不晕啊，所以说选择接八智女。但是这一局看看我操，空中一切逆向百合折反勾，这太嘚儿了，左右腿瓣一踢。好的，不可防御，哎，不发波，下前手确认了一下，这道大门这一局优势非常大，把对方扔进角落，对方血还非常少，跳 CD 再来朝天椒 ，AB 闪身前倾手，好了，八神是百忙之中抽出了一个葵花3式，后再前跑抓，鬼不过来重手，不可防御波，我了个擦，好，什么意思啊？这酸爽啊！当然，这个东让非常的昙花一现。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抽上东让的话，没准啊，这个不一定会输。
但事实上这一盘两个人大门啊玩的确实非常不错啊，绝对是柔道部的主将黑熊附体。最终呢啊，咱们也是大家都了解啊，最终呢这个虽然说我输了，但是输的还是挺漂亮的啊，毕竟两个人打得很激情。所以说当然呢，咱们今天也是这个介绍到这里，希望呢啊一个小的小视频呢能够换来大家的欢乐。同时呢啊，也是预告了啊，接下来会要做这个拳皇大作，也要做这个改版型的游戏解说。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做一些比较惊险的视频，这种视频呢看起来肯定会很有趣儿，但是一些技术流的朋友们可能不是很喜欢。当然，就你喜不喜欢呢？技术流视频我也会做，希望呢大家伙能够啊也来给这个小狼一定的支持。当然，今天的视频小狼暂时解说到这里就暂时的结束，希望大家伙能够这个再去光顾一下小狼的这个蜂蜜小店，也就是图特兰小店。咱们下期再见。